印度人似乎发现了山东舰航母战斗群的弱点，美国人怎么看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超。在山东舰航母战斗群前出西太平洋进行训练，在17天内起降各类舰载机610架次，这个表现相当亮眼，甚至不比美国南产的福特级航母差。然而，印度边境网站发表文章声称，他们已经发现了中国航母的弱点。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公开的监视照片显示，山东舰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区从查干湖号补给舰上接受了物资补给。山东舰航母以20节的常规航速航行时，每天大约要消耗1100多吨燃料。即使山东舰加满油并以经典航速航行，最多也只能支持在海上作业11天。所以901综合补给舰已经被提升为航母作战群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印度媒体称，这恰恰是中国航母编队的软肋。中国海军的901型大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堪称中国航母的超级保姆。该舰长239.5米，宽30.58米，满载排水量约5万吨，是目前中国现役最大的综合补给舰。大致可以推断，其最大补给量至少在2万吨以上。从动力的角度来看，呼伦湖号采用燃气轮机和柴油机联合动力，航速估计能够达到25节，基本可以满足航母编队的伴随保障需求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呼伦湖号伴随中国航母战斗群行动，为各类军舰实施补给，就能证明这是中国航母战斗群的软肋吗？印度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是非常无知。虽然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自身不需要烧油，但在其执行远洋作战任务时，同样离不开奶妈，也就是大型补给舰，同样对美军的航母战斗群非常重要。我们以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为例，上次在海上总共部署了13天，就补给了4次，也就是3天半补给1次。美军的其他航母也差不太多。在海湾战争时期，美国的航母每2.7天到3.3天就要进行1次海上补给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答案就是核动力航母携带的燃油无法支持舰载机的高频率消耗。美军的航母一般只携带9000吨的燃油，每架舰载机出动1次，平均的油耗为10吨。按照航母一天最大出动100架次舰载机计算，每天就需要1000吨航空燃油。航母所携带的航空燃油不是等消耗完了才补充，而是低于50%就要实施补给。也就是说，3到5天必须完成1次补给。所以说，中美航母在舰载机的航空燃料的补给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别。核动力航母携带的航空燃油多，但是它的舰载机数量也多，都离不开大型综合补给舰。还有一点，美国航母战斗群里的其他舰艇也离不开补给舰。在美国海军中，只有航空母舰是核动力的，而其他的驱逐舰、巡洋舰都需要燃油支持。一支航母打击群装满燃料，一次可携带42000吨燃油，以20节的速度巡航时，1天就要消耗油量约2200吨。按照美军舰队的燃油补给要求，也就是4天就必须补给1次。总体而言，虽然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从表面上看综合实力更为强大，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对综合补给舰的依赖度比较低。任何航母打击群都需要在4到5天内补给1次，在战争状态时还要考虑弹药的补给，甚至要缩短到2-3天补给1次。美军的航母在战时的自持力实际上也就是3到5天。这不能说补给舰是航母编队的软肋，反而从一个侧面证明综合补给舰与航空母舰是息息相关的。印度人与其嘲笑中国航母的自持能力，不如想一想，他们自己有5万吨级的综合补给舰吗？在这方面，恐怕印度人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